368G 啊，我们应该也是全国的首拆。拆这个车其实是客户的，客户在我们这里订的车，上牌过后，我们帮他在上面加了一对萝卜的射灯，改了我们的后避震。那么射灯加好了，前面这一块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已经拆了哈，给大家看一看。主要拆这个车呢，主要就是一个 T25的一个小的工具，一个棘轮扳手。好，这是拆下来的零件，外面的壳子。这个壳子呢，其实从它的做工上面来看的话，我一直是好评，因为我们从310M 到现在的368，拆了很多了。这个壳子在我们拆解的过程当中，还很少遇到这个角断啊，当然也有断的，但是对比很多品牌来说，这个已经算是遥遥领先了。取这个壳子其实是有一个顺序在里面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束哈，之前绅士的车它一般它的一个线束走的都比较规整，你看像这种插头，它都会有一个卡位给你卡在上面的。然后你看这个我们上次提过的，就是在线束上面有个小标签，标明它是什么功能的，直接对插就完了。他们也开始在上面增加这个小标签，这个必须要好评。然后一般这种插头的话，都是采用了这种防水插头，包括像这是仪表的上面的几个大插头，啊，都还是不错。这一次的这个电瓶的话，还是采用了跟368的 EDM 一样的这种锂电瓶，这是它的电瓶的正负极的线缆，感觉是蛮粗的。好，然后这一块是车头的支架，这个支架一直延伸到下面，这一块支架是直接在车架上面衔接的，从车架这个位置衔接过来的，相当于有一点像什么，像我们冒险车上面加拉力头的那种结构，在这里有2颗大螺丝固定上来，而这一块以往的老车型上面，包括一些进口品牌，它上面前置的这个电池仓和线束的这个固定部分用的这个支架都是用的铁件。绅士这一次在368G 上面，它是采用了这种铝件。铝件它有基础的一个强度，然后呢，铝件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抗腐蚀性能力，还有就是它的一个重量会轻很多。你想，这车头如果特别重，第一影响你的操控，第二来回的颠簸，这个地方它容易出现断裂。然后在这个电池下面，锂电池下面是有一个这个泡沫垫，一个是缓冲，一个是隔热的。从侧面来看的话，这是它的大灯，我们取掉了一个大灯，它的调它的灯光的高度这个功能，我在说明书上面没有找到，所以我们自己研究了一下，有一点复杂，因为以往是这样调的，但是现在这个灯的话是调不了，像703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怎么调呢？要从这个下面来哈，所以这个东西就有用了。提醒大家，如果要调这个我们原厂灯的高度的话，十字螺丝刀不能选择这种是6边形的，要选择这种圆的，啊，一定要选择这种圆的，不能太粗，要从这个角度，我们要把这个打过去一点点，好，然后你要几乎跟我一样躺下来，从这个角度往里面推。这个角度呢，有一点点难找，但是我要把灯取下来给大家看，大家就能看到了。这个灯呢，它上面有几颗螺丝固定的，侧面、上面、下面这里有好几颗。你把外面的板子取掉了过后，把这外面的罩子把它取下来。取下来过后呢，我们把这个灯往外抬。抬的时候，如果你抬不动的话，你就要注意，你看这旁边就有东西顶着的，你要旁边这个东西把它挪开啊。然后有些细节方面的东西，我是非常愿意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比如说，来我们镜头来看一下，我们看这个点啊，当你把这个位置固定好过后，这里有一个小的凹槽，看到没有？这个小的凹槽就是一个定位销，你固定好了过后，这个定位销螺丝一进去，定位销卡准了的。好，包括这里。来，我们看这里，来镜头稍微给近一点，看到没有？这里是有一个小的定位销的。当你把这个放到位过后，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卡好的，因为我们上下2个点还不是很到位。
我们如果卡好了，到这个点，你看到没有？定位销是放进去的，我把它拉出来。这个定位销哈，注意，我们找到那个点，哎，放进去，它就卡好了。在这种位置下面直接上螺丝，它就没有偏移。下面螺丝不要打太紧，把上面也推到位，并且检查左右两边，所以它的灯的位置就绝对装到 OK 的。把这一块往外拉，这里避开，好。我们的大灯现在取下来了，取下大灯过后，刚刚给大家讲的那个调大灯的位置，为什么要从下面往上？我们注意看哈，它的大灯调节是在这里的。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细平口区？细平口不细的十字，它刚好怼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方便去调节它。所以它的位置是这样出现的。所以你在调节它的时候，你装好了过后，你人只能从下面往上调，这个稍显麻烦，但是它是可以调的。啊，我在说明书上面翻了半天没有找到这个，我不知道是我没翻到还是怎么样。今天就算是给大家找到这个门路了。左右两边都有一个这个槽，你只能是人躺下来，从下面你才能调到这个位置。这是它的保险这一块。它的保险在上面都是排列的比较整齐的，保险、继电器什么的全部都在这个位置，油泵、ECM 长供电，还有 ABS 电机全部都在上面的。来，我们看看这个车架的焊接，很干净，很干净说实话，我觉得比某些日系品牌做得好，因为这个地方的处理是最不容易处理到的。你焊得太老了、太嫩了，这个地方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甚至于有些品牌它会把这个地方焊接的时候没控制好的话，还有可能焊穿，这块是铝合金的，直接走到下面来，旁边全部是这些全部是塑料的，塑料的板子，一直连接到上面，相当于整个这外面这一块是塑料加支架的一个方式，来把它全部嵌在里面。然后走线全部是由这种铝合金的底座，上面加上这个塑料的固定板来固定这个线束，让线束卡在上面，它不会出现松动异响这就是它设计上面的一些小细节。这个是368G 的下护板，因为它的这个车有一个越野的属性所以它这个底板是用的铝合金的，其他的 EDM 上面的话，这一款它是用的塑料的。那这个铝合金的厚度，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至少是3个的，这个厚度绝对是够了的。底板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开孔的，这个开孔呢，第一就是我们的水箱散热了过后，它的热气循环出来是从这里出去排到地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开孔呢，它还有一个小心思在里面。我们看一下里面，这个必须要躺下来水箱散热，它是通过这样一个风道散热出来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有看到这绅士的工程师是真的是动了脑筋的。这里开了一个小窗，这个小窗是什么？这个小窗是我们的汽油泵，如果需要做检修的话，这个小窗直接打开就可以对这里进行一个检修，很方便。检修完把它卡回去就行了。然后其实我们这个 G 的这个超大的油箱，17.5升的这个油箱的话，就在这个位置，它是1个梁，2、3，一共是3个梁，相当于我们的底板是在这个位置把它保护起来了的。这么厚的底板，它的底盘的抗刮擦性是 OK 的。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油箱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梁离这个油箱的话，我看了一下，大概应该有3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么大一块铝合金的底板，再加上3厘米的一个离地间隙，其实是完全够了从这个位置往后看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发动机在那里，这是我们的排气的前段然后我看一下下面这是水箱，这是水箱水的管子引到后面来的。水箱它进水是引到后面来，会最终是去到发动机
然后再循环，再来到水箱，然后再循环回去2根管子。好，今天给大家拆解的这个368G 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哈。希望大家点赞加关注。如果哈，我是说如果你们想看368G 的发动机拆解的话啊，点赞啊，破3000，我们把老魏的368G 的试驾车拿来给大家拆了给大家看一看。点赞破3000，说到做到。